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4月29号。首先在这边祝各位空头跟多头的家人们节日快乐。那今天视频再来聊一下，一些朋友比较关心的比特币下一次的买点会在哪一个位置？等下利用周线里面这一个 Hash Ribbon 的这个指标，每一次底部历史上它都是非常的准啊，像这几个位置的下方出的买点都是非常的准，包括15年的一个底部的位置，这边出的一个买点也是相对比较准啊。所以，那我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如果下一次有没有可能类似20年的这几个买点，以及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MACD 指标啊，在历史上参考性也是非常的高，或者是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日线里面比特币有一个收敛三角的形态，那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继续整理啊，还是说会不会往上去突破？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买卖的交易信号。不过，这是上一次4月26号，比特币在高位程序给了一个空单的建议，是在3万美金附近，然后当天晚上是比特币崩了，有接近3000美金，到现在程序最近也没有给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太坊，其实上一次在4月26号的时候，程序也是有给了一笔空单的建议，是在1950附近啊。不过我个人观点，就最近的盘面，如果我们看这一个Hash Ribbon 指标，就是它整个底部是在2023年的这个位置，第一次开始突破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位置出败信号在周线里面就应该追，而且整个趋势方向是向上的情况下，我个人观点，尽量不要去做空，少做空，或者是有做空的朋友，因为还有一些朋友是空在3万的高位，是在问，那最近又拉了起来，要怎么来应对？我个人观点是，我都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估计有1年没有做空了。去年的时候在底部抄的筹码2万开始，当时是在这个位置也是有爆过一笔，特别是 FTX 交易所崩盘的时候就是爆了1-2笔，但是后面最终15K 开的一笔，到现在是一直在拿。那现在就是在今年初1月份的时候，这边第一次出了买点的信号。该追还是要追啊，但是上一次这个位置跌到2万的时候，是人工有跟朋友们建议，就是硅谷银行倒闭，比特币是它的对立面，你一定要没买的话一定要重仓。现在是都没有再出过这个buy的信号，所以整个中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在历史上这个Hash Ribbon 指标在18年的时候，一般有给了底部的建议都是非常的准，所以这种买点有可能要再等几年。但是下一步有没有可能，比如说拉高以后，比特币像这种位置，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洗盘的位置，它在这个位置出的一个买点的信号，有可能也是整个中线里面洗盘到位，而且这边在周线里面有一个横盘的区间，横盘区间出了一个buy的信号，也是有一波短波的利润。不过我个人观点是，如果是下一步有遇到这种类似这个位置，它其实也是在横盘震荡，有出了buy的信号。到时候看时间会不会拉长，因为这一次的时间，我上次也是有跟家人们估计，可能类似这个区间的横盘都不够，可能时间要拉得很长。然后有没有这种开启一波大涨行情？到时候看要不要把杠杆再加一点，或者是到时候就加币本位。那然后现在的一个位置，为什么这几天行情会非常的纠结？上一次在高位的时候，当时视频是有提到，好像周线里面是有一个类似一个上升楔形的结构，所以目前它如果要修正这一个短线的楔形，我个人观点横盘，它就会把这个楔形给它修正成一个通道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，比如说15年当时比特币的底部，这一个Hash Ribbon是在底部的时候是连续给了3个啊，所以在这种底部的区间，买点的信号是非常的准啊。然后它上去以后，就这一个整理区间，我看了一下，这边是没有给buy的信号。不过后面这个压回的位置，也是这个区间是重新再给了一个buy的信号，有可能会搞到天翻地覆啊。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12天的 MACD 指标，可以观察一下，在历史上它底部的买点也是非常的神奇哦。今年是在
22年11月份的时候，这边绿柱首次泛绿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一个底部，就是底部。它绿柱泛出来的位置是涨了100%。历史上的几个底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在19年的这个位置，当时的底部，它是在这一根啊，是在19年的3月份，就这一根啊。其实像这种位置应该是要做追加的动作，因为后面还是会有高点，而且它这一根 K 线就是脱离了整个底部的区间，所以这个12天的 MACD 指标，我感觉参考性也是非常的高，后续也可以来应用啊。不过它有没有下次的买点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在20年的这个位置，19年当时是一个绿柱泛出来以后，这边是涨了近200%。那下一次的买点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疫情底出来之后，这边时间打错了，这是20年，当时绿柱是再放出来以后一波金叉，从来都没有死叉过，整个涨幅就一波到顶，直接干到接近6万。所以下一次我们也要去观察一下，比特币如果真的会横向整理，或者是它有没有可能类似这种死叉，甚至放红柱的位置，放了10根左右。到时候去观察有没有这种再一次金叉的位置，有可能就是要开启一波分流行情的位置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这个 MACD 指标在15年底部的位置，也可以认真的观察一下，是在这个位置啊，15年5月份的这个位置，第一次放出这个绿柱的金叉，而且是前面估计这边是应该有30根的这个红柱，后面是金叉放出来，底部就是底部，它后面是在这个位置就放了3根，就死叉的3根，然后金叉的一个位置大约是在这一个，就是要再突破这个高点的位置，有可能就是一大波，一波通天啊！所以下一次我们去留意一下，真的有没有在这种死叉的位置，到时候去留意什么时候再金叉，有可能就是分流要开启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形态啊。就昨天是有跟朋友们讲到，20MA 上一次2月份的这个位置跌破完以后，它是过高有背离，那现在的话已经是有一次背离了，它如果这个位置破了20MA，再过了20MA，我的观点是这几天我们去留意一下，收盘不能再破这个20MA，没有破的情况下，有可能不排除它会不会去攻前面的这个高点，但是攻上去，我个人观点到时候去留意一下。不是买点啊，但是现在的我个人观点是，就这2天量能缩的是开始缩了，因为也是5一长假，大陆那边很多资金现在也是在休息，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天的成本，今天是在这一根啊，明天开始要来到这个短期的成本已经是快来到这个整理区的高位，那这个位置主力到底要不要攻？如果要攻的情况下，应该赶快，因为不攻的情况下，我们要防一点。还有一个指标就是这个 MACD， 现在是在0轴上方，为什么还不赶快金叉？要金叉要赶快，不金叉就要防一点，它有没有可能会走一个倒压嘴？短线我们去观察一下，4个小时它这边是有一个收敛上角，是不是也是变盘的前兆？有可能形态也是会变，或者是重新再走一个矩形的区间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里面，其实最近是很诡异啊。它这边量能是在高点的位置也是有几个量，然后在高点的位置也是有几个量是跌的时候有量，包括昨天这一根螺旋4个小时里面是有一点量，不过下方的最大的这一根量，它是在这一根哦，所以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这一个区间的高点位置，这边是很重要的。超短线的一个支撑区啊，大约是在就是27.8K 附近，或者是还有一个支撑位。既然这一根 K 线螺旋是主力高度控盘做出来的这么一根 K 线，就是这一根 K 线的实体也是很重要短线的一个支撑位。反正目前还是先看震荡整理为主吧，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。